我妈有句话在上流贵妇圈流传很广，好男人是不流通的，老公要从小抓起。她跟我爸是青梅竹马，从小就看中了他的好皮囊和上进心，将死缠烂打进行到底。最后我爸成为创一代，事业节节高升，给了我妈一个世纪婚礼，名下的各种动产和不动产更是数都数不清。我妈摸着手指上闪得晃人的粉钻告诫我，早恋没关系，但你要是敢找比你爸差的，老娘打断你的腿。我欲哭无泪，电视剧和小说里到处是青梅竹马，我的生活里全是春竹和美马。一起长大的富二代没一个脑子正常的，一抓一个不吱声。但我灵光一闪，想到一个绝佳的点子，打入内部反向筛选。我挑中了这群竹马中最恶劣的人，宋旭毅，像条小尾巴一样跟在他身后，从小学跟到高中。他说东我绝不往西，乖得不行，所有人都以为我是把他当成未来老公了。宋旭毅总是一副不耐烦又有点爽的样子，乔叔，你太乖了，不是我的菜。我每次都点头，装作难过的样子，独自退开。这时，那些私底下嘲讽我是舔狗的兄弟们又会悄悄发消息安慰我，你这么好的女孩，为什么要吊在一棵树上呢？宋旭毅不是好人，难道跟他玩得好的就是好人了吗？我要做的就是以他为圆心，以小团体为半径，避雷跟他们玩到一起的人。相反，让宋旭毅不爽的人就是可发展对象。非常幸运的是，宋旭毅遇到了17年以来最讨厌的死对头谢之杰，全校第一，高岭之花的长相，家境普通，但各种比赛的奖学金拿到手软。最让宋旭毅在意的是，他跟贫困生沈静是青梅竹马，沈静长相清纯，努力上进，对他还爱答不理，是宋旭毅眼中的一股清流。于是他开始大张旗鼓地追求沈静，不考虑我的感受就算了，还开玩笑说让我去追谢之杰，我眼睛顿时就亮了，正合我意。我观察过谢之杰一段时间，他身高186，薄肌，体育课打球100掀起，6块腹肌，大多数时候他都在做题，背脊挺直，握笔的手白皙修长，关节还粉粉的。至于我最看重的品行，一时间看不出什么，所以我去找了沈静。他还以为我是吃醋来找麻烦了，立马澄清，我只跟宋旭毅没有任何关系。我笑了笑，我想追谢之杰，想找你打听一些关于他的事情。沈静眨了眨小鹿般灵动干净的眼睛，这不好吧？我递给他一个厚厚的信封。报酬？他态度立马端正，必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或许你也想知道他裤衩颜色。我可以去阳台。我破案了，财迷一个，竹马就是用来卖的。沈静告诉我，谢之杰虽然对人冷淡，但是很喜欢小动物，经常会去喂学校后山的流浪猫。我看着谢之杰遥遥领先的综合条件评估，满意的不得了。第二天，我就带着猫粮去后山偶遇他了。他半蹲着，有一下没一下的撸着舒服的打呼噜的胖三花，阳光透过树影落在他线条分明的侧脸上，我仿佛闻到了凛冽又迷人的雪松香。我笑盈盈地凑上去，好巧呀，谢同学。他甚至懒得抬头看我一眼，嗓音淡漠，不巧，我之前看到你去找沈静了，劳烦不要把他牵扯到你们的爱恨游戏里。我讶异一瞬，你也喜欢他？谢之杰冷淡地撩起眼皮，那你口中的喜欢可真是浅薄。我非但生气，反而更满意了，越是难以接近的人，对感情越认真。我也蹲下伸手去摸猫时，指尖触碰到他瞬间收回的手。谢之杰眉心微蹙，好看深邃的眼中透出几分不满。我仰头看他，扬唇，我找他是因为我想追你。谢之杰眉眼愈发冷淡，他很聪明，一下就想明白其中的弯弯绕绕。抱歉，我更没空陪你们玩。虽然他不相信，但我真的不是玩。此后，谢之杰只要一抬眼，总能看见我的笑脸。老话说得好，伸手不打笑脸人。在他耐心快要耗尽时，我开启了第二阶段。碰瓷再一次强行偶遇后，我假装被能把富察贵人撞小产的胖猫绊倒，哎呀一声往他身上摔。谢之杰条件反射躲开了。我眼睁睁看着自己摔进草丛里，手肘破了皮，四目相对，我一下瘪了嘴，你居然不接住我，谢之杰。我从小就对疼痛十分敏感，这回眼泪真情实感地掉了下来。他长睫微动，脸上飞快闪过一抹无措，大概是怕别人以为他欺负我。谢之杰抿唇将我扶了起来。别哭了，我带你去医务室，
你背我。乔叔，我委屈道，我腿也受伤了。谢之杰看到我膝盖红肿了一块，没再说话，背过去，半蹲俯身，我顿时眉开眼笑，抱住他的脖子，小声夸赞，谢同学，你人真好呀。呼吸轻轻洒在他的耳廓，谢之杰不乏一顿。闭嘴，可能是被气的，嗓音压得有些哑，耳朵也红了。我对谢之杰说我的名字会像我一样，一步步朝他靠近。他说不信，沈静却告诉我，向来不看排行榜的人第一次驻足，视线从上往下扫，然后久久停留在乔叔2个字上，唇角是他自己都不曾注意的弧度。我一高兴又给他转了一笔钱，沈静直呼太多了，决定忍痛割爱，把今年跟谢之杰搭档主持校庆的机会转让给我，因为谢之杰和沈静成绩优秀，外形出众，还是邻居，好配合练习，所以学校大型活动一般都让他俩主持。当谢之杰在沈静家看到我时，罕见地愣了一瞬。怎么是你？我故作生气，你不想见到我？那我走。下一秒脚一滑，哎呀，2个字还没说出口，就已经被他牢牢拖住腰。谢之杰表情无奈，你到底要平地摔多少次？摔到接住我成为他的本能。也许他自己都没意识到，从一开始的动作僵硬到现在的熟练，他已经习惯我的触碰了。沈静探出脑袋，笑着跟他说清前因后果。谢之杰沉默良久，你给他钱了？我有些惊讶，你怎么知道？你说呢？他有些无语，要不是主持活动有补贴，你以为他会去？我酸溜溜地瞪他一眼，那你可真是了解人家。刚转身，谢之杰拉住我，往我手心里塞了一块巧克力，我最爱吃的牌子，像是在哄我。我翘起嘴角，心情瞬间变好。修改好主持稿后，沈静的奶奶特别热情，非要留我吃饭。沈静表情难得有些局促，奶奶，人家家里已经做好饭等着了，让她回去吧。我有些不满，干嘛赶我？我都跟我爸妈说好了，在朋友家吃饭。沈奶奶很高兴，就是嘛，好朋友第一次来，怎么能让人回家吃呢？就是，我笑嘻嘻地帮忙摆饭。沈静看着我的背影，愣了许久。这顿饭吃得其乐融融，沈奶奶很喜欢我，一个劲地把我碗里堆成小山。沈静送我下楼时还有些不好意思，你应该吃不惯吧？稀好吃爱吃，下次还吃。对上他怔愣的目光，我笑着说，我是真心想跟你做朋友的。我爸年轻时也很穷，那又怎样，还不是靠自己成为大老板了。即我看人很准的，相信我，你跟我爸是同类人，以后肯定有大出息。上车前我想到什么，转过头，宋旭毅要是为难你，你就跟我说。沈静揉了揉泛红的眼角，笑了。宋旭毅看到我和谢之杰一同出现在台上主持后，他终于意识到不对劲。我为什么很少凑到他面前了？这段时间都在忙什么？为什么态度越来越敷衍？在这一刻都有了答案。一整场下来，那道强烈的视线几乎将我烧穿。活动结束后，我刚准备卸妆，就被宋旭毅拽到角落。乔叔，你跟谢之杰什么关系？我火气上来，刚想骂他，又生生停住。宋旭毅家里是打算高考后送他出国留学的，要是现在刺激他，不知道又会闹出什么幺蛾子，到时候发癫缠上我就老实了。所以我决定先稳住他，抬头恢复往日轻声细语的模样。是你让我去追谢之杰的呀，你忘了吗？门口传来细微响动，原来是门被风吹开了一条缝。我什么时候让你？他停住，想起来了，一腔怒火硬生生压回胸口，发也不是，不发也不是，只能咬牙切齿。那你可真是听话。挤兑啊，低头反悔的话他说不出口，只能阴沉着脸摔门离开。从这之后，他追沈静追得更高调了，3天小表白，5天大表白，闹得人尽皆知。我愿称之为表演型人格。沈静一次次的无情拒绝，反而让他更上头。我就喜欢这种自尊自爱的女生，不像某些人这么随便。他说的云淡风轻，视线却死死落在我身上。我没空搭理他，因为谢之杰不理我了，发消息不回，课间也躲着不见我，持续了半个月，一副要跟我划清界限的模样。我气得感冒了，请假在家躺了1周。沈静给我发消息，你还好吗？谢之杰旁敲侧击找我打听好几次了，表面冷静，实则快急疯了。哦，我把他拉黑了来着。我冷着脸回复，你跟他说我病得快死了，他以后见不到我了，放心。
晚上，我的房门被敲响，门口赫然站着满头大汗的谢之杰。他不顾剧烈起伏的胸口，一把攥住我的手腕，神情凝重地检查，却发现我脸颊红润，哪有一点虚弱的影子？生什么病了？嗓子因为干涩而堪哑，我忍不住瘪嘴，相思。他喉结沉默地滚动，漆黑的眼瞳越发幽深。与此同时，楼梯处响起了宋旭义的脚步声。我一把将谢之杰拉进房间，锁门。他低头看我，眸光晦暗。我见不得人。我小声回答，当然不是。宋旭义不是老给你找不痛快吗？我不想见到他。对沈静最上头时，他甚至幼稚地跑去警告谢之杰不许靠近他，结果反被人家轻蔑的眼神气了个半死。宋旭义往这边走到一半时，被我妈叫住，小宋啊，我们家小叔已经休息了，你改天再来看他吧。他沉默片刻，那我明天过来。脚步声渐远，我松了口气。谢之杰注视我许久，唇角勾起一抹弧度，眉眼却不见笑意。乔叔，求，有没有人说过你很会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？我一噎，反问，那有没有人说过你很阴晴不定，前一天还好好的，后一天就不理人了，现在还一副兴师问罪的模样？谢之杰自知理亏，喉结微动，飞快转移了视线和话题。你墙上的照片是自己拍的，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是去年跟爸妈徒步时拍到的一种开在悬崖上的花，学名叫安叶铁线莲。我自豪道，没错，这可是真正意义上的非高岭之花妃，漂亮吧？谢之杰似笑非笑，我还以为你会摘下来留念呢。这可是国家2级保护植物，你以为我是法盲吗？我瞪了他一眼，总觉得他今天有些夹枪带棒的，于是我也意有所指，漂亮的花就该自由自在地生长，可远观而不可攀折，但是人就不一样了。我语气严肃认真，谢之杰，我给过你机会的，你要是厌烦我的追求，大可趁这个机会远离我，可是你主动来找我了，这是不是说明你担心我？你并不反感我的靠近，甚至你也有一点。谢之杰认输般将我拉进怀里，沙哑的嗓音中染上无奈，是，我喜欢你。我睁大眼，感受到心跳一点点加速，空气安静了许久，我委屈道，那你这段时间还不理我？谢之杰从善如流地道歉。我想明白了一件事，什么？他叹息一声，蜻蜓点水般在我额角落下一个吻。乔叔，我也给过你机会的，现在开始由不得你了。谢之杰离开之后，我还有些没反应过来，这就追到了。第一次谈恋爱没经验，都怪他身上淡淡的皂香太令人上头，我只想亲他，可他却过河拆桥，一本正经的让我好好备战高考，简直恶劣。我妈推门进来，笑容意味深长，那孩子是真担心你啊，一路跑着来的。我眼里满是期待，怎么样，你和我爸满意吗？我妈捏了捏我的脸，语气骄傲，不愧是我生的女儿，眼光就是随我，她一看就是品学兼优的好孩子，礼貌谦逊又不卑不亢。刚刚在楼下你爸跟他聊了会天，说他待人接物沉稳得体，挑不出什么错，你们现在就好好谈吧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，他要是敢欺负你，爸妈也不是吃素的。我扑进他怀里撒娇腻歪，真幸运能做你们女儿，这么漂亮聪明的你，愿意投到妈妈的肚子里成为我们的女儿，才是我跟你爸的幸运。几可可，我爸敲了敲门，语气平淡却难掩笑意。别商业互吹了，下来吃点夜宵。我们相视一笑，应了声好。回到学校后，依旧是紧锣密鼓的复习。谢之杰和沈静一起给我查缺补漏，我的成绩进步得飞快，这让宋旭义和他的狐朋狗友们瞠目结舌。可他们也不想想，我爸妈本来就是高材生，我能笨得到哪去？之前故意考到中游，只是不想打破宋旭义对我的印象罢了，毕竟他很容易爱上别人的样子。这不，我成绩刚上去，他就不爽了。你为了追谢之杰还真是用功啊，你还真打算留在国内跟他一起上大学不成？我反问道，难道不可以吗？宋旭一脸瞬间黑了，乔叔，你现在立马跟他划清界限。我朝他笑笑，不好意思，做不到哦。他不敢置信，显然没想到我会拒绝，咬着牙硬邦邦的一字一顿道，很好，你最好别后悔。他宣布跟我绝交，同时让小团体一起孤立我。我高兴的一晚上没睡着，正愁没由头跟这群人切割呢，但沈静就很惨了。宋旭一说要追到他同意为止，
不少同学都在打赌他要表白多少次才会消停，沈静也气得一晚上没睡着。我赚了一笔精神损失费过去，他瞬间变脸，又是美好的一天，晚安安飞平淡又紧凑的日子一天天过去。在盛夏的蝉鸣声中，高考终于结束。从考场出来后，我一眼就从人群中找到了谢之杰，他难得有些紧张，喉结微动，感觉怎么样？我故作高深，那得等你履行男朋友的义务了才知道。谢之杰真的很坏，每天像个定时机器人一样敦促我学习，却一点福利都不给，保守又古板，甚至说出学习是为自己学的这种家长式扫兴的话。我不高兴，谢之杰无奈答应我高考后做什么都可以。他向来说到做到，此刻他将手里提前订好的花递给我，在众人震惊的眼神中十分淡定地牵起了我的手。我更震惊，这可是在校门口哎！你不怕影响不好了？高考结束不算早恋了，那亲一个。谢之杰还真听话的低头，我瞳孔地震，立马捂住他的嘴。这么多人呢？我罕见的脸热了。再说了，初吻怎么能这么草率？谢之杰似乎觉醒了某种属性，饶有兴致地欣赏我脸红的模样，还一本正经地建议：那我们去没人的地方。漫画未完，精彩继续，即刻跳转推文，抢先看完完整结局。好主意，当晚我把他带到了我家，爸妈给我举办了一个小型庆祝会，邀请了谢之杰、沈静和几个曾经反向筛选出来的好朋友，都成年了。我们在大人的许可下开了瓶红酒，我大概随了我妈的酒量差，一小杯下肚就开始晕了。大家熟络得很快，没一会就开始玩游戏。我给沈静赚了笔掩护费，她数了数屏幕上的零，两眼瞬间有神了。我办事你放心，今晚不会有任何人打扰你们。谢之杰，我牵着他穿过曲折回廊，踉踉跄跄地来到假山后的亭子里。这里没人了，我们亲嘴吧。他表面不动声色，实则耳根红透了。乔叔，你喝醉了，先回去睡觉好不好？不行，谢之杰没招了，怕我摔倒，又怕我闹得动静太大，只能把我抱到腿上。我抱着他的脖子亲了上去，太黑亲到了下巴，第二次亲到了上巴，第三次又亲歪了，呼吸渐渐加重，心跳声在夜色中格外明显。下一秒，后脑勺被滚烫的掌心托住，清甜的皂香萦绕鼻尖，迷迷糊糊间，我的手熟练地摸到腹肌，我不禁喟叹，手感真好啊。记忆的最后是他略微狼狈又羞恼的一声别乱动。第二天同学聚会，好几个班都订了同一家饭店。露台上沈静凑过来，你昨晚对良家少男谢之杰干嘛了？这辈子没见他脸这么红过。我诚实回答，我不知道。虽然我断片了，但心底油然而生一种诡异的满足感，想来昨晚应该挺快乐的。坏了，我得走了。沈静打断我的思绪，抬头，前面来了乌泱泱的一群人，为首的正是许久没见的宋旭毅。有人激动地拿起手机录像，来了来了，见证一哥的第99次告白。家人们，你们说这次能成功吗？99次，还有互动环节。离沈很近，离人就太远了。沈静熟练地把他当空气，快步离开。宋旭毅非常公式化地拦住他，毫无诚意道：喂，跟我在一起吗？沈静，滚！宋旭毅还真就面带微笑地让路。在场的人倒吸一口凉气，以为他气疯了。可宋旭毅表情轻松，云淡风轻道：反正我本来也是要跟乔叔一起出国的，正好玩腻了收心。他的兄弟们惊讶过后，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，纷纷恭喜我得偿所愿。哪怕我和谢之杰在校门口牵手的照片都传遍了，他们依旧认为我只是在故意气宋旭毅。毕竟我从小就是他的舔狗，怎么可能真的跟别人在一起？现在终于得到宋旭毅收心的承诺，该高兴哭了吧？一时间，许多道视线同时落在我身上，我确实快哭了。就在刚才，谢之杰发来消息，昨晚才发酒疯，把我全身便宜占了个遍，今天就要跟他一起出国。玩我，看来有必要登门拜访伯父伯母，探讨一下你始乱终弃的问题了。差点忘了，这人是个小古板，他真的会跟我爸妈告状的。宋旭毅见我这样，神色柔和了一些，却还是拉不下脸。行了行了，跟我出国后要听话，别乱闹脾气了，懂不懂？再这样气我，当心我真不理你了。我抬头，穿过喧闹的人群，遥遥跟斜倚在拱门处眉眼冷淡锐利的谢之杰对上视线。宋旭毅皱眉，
对我的无视有些不满。喂，乔叔，我跟你说话呢。我不耐烦地推开他，滚啊，挡到我亲亲男朋友了，懂不懂？在一片哗然声中，宋旭一愣愣地看着我朝谢之杰走去。他喃喃出声，男朋友。我没想理，可他却在身后破防大喊，那他知不知道你是为了让我追到沈静才接近他的？谢之杰表情没有丝毫变化，甚至挑衅的扬唇，仿佛在说那又怎样。我面无表情地转身，宋旭义，你自我感觉良好到让我想建议你去看看脑子。有没有可能他跟你是截然不同的人，我才会喜欢他？他愣住，想到什么，脸色一瞬间变得惨白，呆呆地看着我拉着谢之杰离开的背影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角落里有2个人在轻声嘀咕，哥，乔叔那句话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绝不可能喜欢一哥呗。哎，你说话就说话，扒拉人家干嘛？啪嗒，众人回头看，旁边有个半人高的小丑装饰，那人讪笑，不好意思，红鼻子掉地上了。现场一阵死寂，从出来后，谢之杰就一直没说话。我试探道，你不会真以为我跟宋旭义合起伙来耍你吧？他停下脚步，稍微用力地捏了捏我的手。校庆那天，我听到你们在更衣室的谈话了，你说是他让你来追我的。我仔细回忆了一下，所以你是因为这件事才生气不理我的。他没说话，默认了。我叹了口气，老老实实解释，我只是怕他缠着我影响高考，随口忽悠了一句罢了。你也看见了，他根本听不懂人话，越是拒绝，他越来劲。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，现在高考结束，自然没必要顾忌他了。谢之杰黑眸定定看着我，所以你并没有打算跟他出国？当然了，我生怕他不信，还掏出手机聊天页面给他看，我都把他拉黑了，随便检查。谢之杰接过去，结果越看脸越黑。顾乔熙，男，喜欢电影；周星浩，男，喜欢游戏；傅琛兰，男，喜欢物理；季月，女，喜欢法律；沈静，女，喜欢钱。我汗流浃背了，都是朋友，给我发高考祝福而已。这些都是这些年跟着宋旭一蹭到的优质人脉，跟小团体不对付的人，我总会第一时间私下去了解，遇到家境困难的扶一把，遇到被校园霸凌的帮一把，遇到心理出现问题的开导一把。不知不觉间多了许多可持续发展的朋友，可预见的是，他们一定会在各个行业发光发热，前途无量。谢之杰冷喝一声，那你给我备注了什么？我心虚地翻到置顶，非满分心动爆灯男嘉宾，非他缓缓舒展眉头，唇角刚牵起弧度，下一秒再次凝固。一条新消息弹了出来，乔叔，你上大学后有没有谈恋爱的打算呀？呵，追求者还挺多。谢之杰绷着脸将我的手机熄屏，我轻晃他的手，你生气了？即有人喜欢你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，我不会生气。那我们现在去哪？我看他打了辆车，谢之杰熟练地与我十指紧扣，正是以男朋友的身份上门拜访，先去你家，再去我家。事到如今，你也该给我一个名分了。所以昨晚我到底干什么了？朋友圈发了我和谢之杰还有几个好朋友的合照后，他们终于回过味了。原来我真的只拿宋旭一当筛子，交的朋友全是跟他有过节的。在我策划毕业旅行时，宋旭一突然红着眼闯进我家，额角还有伤，估计是被他爸打了一顿。乔叔，你有喜欢过我吗？吉保镖正要上前，我挥了挥手，笑得玩味。你觉得谁会想不开喜欢一个小时候扯女孩辫子，给同学取外号，长大后霸凌同学，仗着家里有钱胡作非为的人？宋旭一眼泪都快掉出来了，语气又急又重。可我从没这么对过你。我嗤笑，你倒是想，可是你敢吗？他不是没有试探过我的底线。初中时，我帮了一个被他欺负的同学，他就将我反锁在学校体育器材室，让我反省。第二天，他被他爸打断了3根肋骨。从这之后，宋旭一明白了，主导权一直都不在他手上。但是我依旧像没事人一样跟他相处，渐渐的，宋旭一产生了我离不开他的错觉。没关系，我不在意他怎么想，我只看他带来的切实利益。宋旭义的体质，在我看来就像小说里的炮灰反派，他看不顺眼的一定是往后大有作为的主角，连我爸妈都啧啧称赞的那种，简直令人惊喜。宋旭一从我脸上看不出一丝违心的痕迹，他终于低下了头，似乎难受的背都挺不直。句对不起，可我是真的喜欢你，我从没想过我们会分开。
曾经桀骜的脸上只剩下卑微的祈求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都会改的，我们出国重新开始好不好？他想来牵我，被保镖架起来拖走。我就说自我感觉良好到这种程度是一种病，他甚至到现在都还觉得我会答应跟他出国。没治了。我超常发挥，擦线进了 B 大，跟谢之杰和沈静填报的 A 大离得很近，相隔一条街。听说宋旭亦不愿意出国，被宋父绑出国的，还收了他的护照，没了我这层关系。他对这个不成器的儿子哪都不满意，似乎有把宋旭亦永久扔国外重开小号的念头，混得真惨。不过我也很惨，上大学并没有老师口中那么轻松，我不仅要应付满满当当的课程作业，课余时间还要去公司各个部门实习，毕竟偌大的家业只有我一个人继承，简直忙成陀螺了。下班后，一个长相清秀的男同事拦住我：乔叔，你下班后有什么安排？他脸色微红，有些局促地站在我面前。我从善如流地回答：我男朋友接我去吃饭，一般人这个时候就该识趣地离开了，可他继续跟着我走进了电梯。你男朋友也是 B 大的吗？他腼腆地笑了。你这么优秀，我想看看什么样的男生才配得上你。叮，电梯门打开，谢之杰就站在门外，简单的黑色衬衫和西裤却衬得他身形更长挺拔。连轴转后因疲惫而轻蹙的眉头在看到我的一瞬间舒展开来，他熟练地接住我，原本还说想跟他认识一下的男同事这会僵笑着扯了个借口飞快离开。谢之杰低头看我，第几个想撬墙角的了？从大一到大四已经数不清是第几个了，我习以为常，你看我有给他们撬的机会吗？放心，这辈子我就守着你这块老古板过日子了。没错，谢之杰人如其名，把自己的贞洁看得比什么都重。每次情到深处，他忍到爆炸也坚持自己冲冷水澡，还会把门反锁，生怕我对他干什么。吹着晚风，我惬意地趴在他背上昏昏欲睡。迷糊间，我突发奇想，谢之杰，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？放心，我真的不会笑话你。他脚步一顿，半晌像是从胸腔里挤出一声笑。乔叔，我拿到 A 轮融资了。我费力睁开眼，奖励般的抱着他的脸狠狠亲了几口。哇，真厉害。谢之杰拉上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创业，成立了一家专注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的公司，发展迅猛，短短1年就取得了现在的成就。不过你别扯开话题，我在为你身体考虑。他 phone 了一声，我会去看医生的。那就好，我放心地熟睡过去。起床了，乔大小姐。窗帘唰的一下被拉开，听到熟悉的声音，我艰难睁开眼。沈静，你不是在国外交换吗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她皮肤晒黑了一些，却更加自信从容了。国外的饭很难吃，太想念跟你一起逛街约饭的日子了，这倒是令人信服。她拉着我起床，还约了专门的造型师过来给我打扮，看着镜中精致到头发丝的自己，我很快清醒了。脑海中隐隐约约有了些预感，直到被沈静带到布置的梦幻又浪漫的海边。日落时分，粉色和橙色交织的晚霞美得有些不真实。海风习习，谢之杰缓缓朝我走来，单膝跪地：乔叔，你做好跟我共度余生的准备了吗？戒指盒里是一枚由他亲手设计的求婚钻戒，一个 Q 的形状，独属于我。谢之杰以为自己藏得很好呢，我早就知道了，就像我早就知道他一定会是我终生的伴侣。我的选择从未出错，做好跟他共度余生的准备了吗？当然，我回答得毫不犹豫。我们在日落下拥抱，双方父母都一脸欣慰，耳畔是亲友的欢呼和祝福。没有比这更幸福的时刻了，还是有的。老古板开窍了，竟然主动搬来了我的房间。我像八爪鱼一样缠住他。谢先生，你懂不懂什么叫羊入虎口？你觉得我今晚会放过你吗？他闭上双眼，弯唇，下颌微抬，起来吧。我狐疑地探进他因常年锻炼而紧实有力的腰身。谢之杰喉结滚动，手臂青筋隐现。不对，明明都刺激成这样了，他这次却一次都没有阻止。我咽了咽口水，莫名有些紧张。毕竟我也是个假把式。恰好沈静发来了求婚仪式上拍的照片，我翻身起床，一本正经道：我要挑照片发朋友圈了，你先休息吧。谢之杰今天哪都不对，总觉得再不跑后果很严重。
可他一把将我拽了回来，神情愉悦地重复了一遍我的话。你觉得我今晚会放过你吗？泳池水面的光影投射到天花板，产生了波光粼粼的效果，而我已经分不清是光在晃还是我的视线在晃，偏偏他还哑声轻笑，不是总说我老古板吗？怎么现在嘴抿这么紧？我又困又累，差点哭出来。谢之杰，我想睡觉了。他吻了吻我被汗如湿的额头，不急，还早。我侧头看了眼泛白的天色，正要发火，他双手托住我的腰，轻轻一提，不是还让我去看医生吗？我摇头，不看了不看了，你身体很好。谢之杰牵引着我的手划过滚烫的皮肤，不检查一下怎么知道呢？乔医生，我角色扮演都整上了，谁带坏了我那么正经的一个男朋友？哦，不对，是老公了。婚后的日子依旧无波无澜，蜜月旅行，我们回了一趟母校。高考后本来想把胖三花带回家的，可是为他的人实在太多了，手慢无，故地重游。我兴师问罪，谢同学，你当时不接住我是有什么心事吗？青年的他早已不复少年时的青涩，眉眼间一派从容沉稳。谢之杰缓缓道，我当时在想，明知道你目的不纯，一颗心还这么快为你沦陷，是不是有点太没出息了？他叹了口气，将我拥进怀里。可当我看到你的眼泪，心脏抽痛的瞬间，我就知道败给你了。而我甘之如饴，乔叔，我爱你。全文完。